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有质感的女人往往都有这些特征，十分高贵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假期小聚，朋友说总有人能把日子过得漂亮又讲究，你只从细节里看一眼，就能感受到那种质感。什么才叫有质感？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种人，但我见过活得最有质感的女人，就是小区里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。她鹤发童颜，身材匀称，平时出入爱穿裙装、烫发，还戴着亮晶晶的发卡。听人说她平时就很爱美，家里有专门的足浴桶，每天晚上都泡个半小时，还叫女儿买了按摩仪和面膜，每晚临睡前都要敷一敷脸。她空闲的时候，还曾组织退休单位的老人一起去旅游，一路讲解各地见闻，比导游知道的还多。有次乘电梯，我看到阿婆随手提的袋子里有一本书，就跟她聊了几句，结果让我大吃一惊。阿婆说她每个月都读好几本书，还摘抄好词好句，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的思维更敏捷一些，知识也更充足一点。当然，身边也总有人说闲话，说阿婆那么大年纪还整天妖里妖气的，但她却从来不理会那些，照样把自己过得顺顺当当的。她说，我自己的人生，谁说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怎么度过，对我自己有交代就可以了。世界上的女人有千万种风情，而有质感的女人则如同璀璨星辰，超脱尘世，与她相处的每一刻都令人回味无穷。这些质感女人不仅外在风采迷人，更拥有深厚的内在修养和丰富的文化底蕴。有质感的女人往往有这些特征：一、足够自律。自律即自由。曾经有一位68岁的优雅奶奶，在网上分享了她的独居生活，结果吸引了200万网友的关注和喜爱。这位奶奶名叫张明淑，她出生在韩国，现在居住在意大利的米兰。每天早上7点钟，闹钟一响，明淑奶奶就会立刻醒来。她的家里没有专门的床，只是在阁楼的地板上简单地放了一张床垫。虽然上下阁楼有些不便，但她认为爬楼梯带来的适度紧张感有助于延缓衰老。起床后的第一件事，她会拿出体重计，站上去称一下自己的体重。根据体重的变化，明淑奶奶会调整自己1天3餐的饮食。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保持良好的体态，更是为了保持健康。接着她会喝上一大杯水，补充一下晚上睡觉时体内流失的水分。然后她拿出瑜伽垫，打开电视机，一边听着新闻，一边做一些拉伸运动。20分钟的运动之后，便是吃早餐的时间。她的早餐很简单，但很有营养：1个煮鸡蛋，1杯牛奶，1颗切成4瓣的梨，再加上几片燕麦饼干。就这样，一顿简单又有营养的早餐就完成了。尽管她已经60多岁了，但作为时尚设计师，她并没有放下自己热爱的工作。只要是有工作的日子，她就会穿戴整齐，出门去工作。如果没有工作安排，她就会精心打扮一番，去参观各种展览，或者去街上逛逛，享受购物的乐趣。她有一个特别的习惯，那就是无论多忙，每天下午5点到6点之间，她一定会准时回到家里。即便是一个人生活，她也从不马虎。每天晚上一回到家，她首先会用酒精仔细地消毒双手，然后脱下鞋子，整齐地放进鞋柜里。她还会在鞋子里塞上一些旧报纸，这样做不仅能吸收湿气，还能有效减少鞋子的异味。接下来她会换上舒适的家居服。为了避免衣物堆积，她会把不穿的衣服随手就挂起来。晚餐她会选择简单而健康的食物，比如一些坚果和新鲜蔬菜。
偶尔还会配上一杯能够让她心情愉悦的黑啤酒。由于背部有些问题，她习惯站着吃晚餐，边看电视边享用。这样的习惯反而帮助她保持了良好的体态。晚餐后，她会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开始她的晚间运动。她喜欢点燃香薰，让家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气，在温暖的灯光下做大约20分钟的拉伸运动，这让她感到全身舒畅。通过这样的日常安排，她不仅保持了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还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气质。可见，气质女人的美好身材离不开自律的锻炼，也离不开对美食的自我控制。我们都知道，像奶茶和高热量的食品虽然美味，但如果吃太多，就会导致体重增加，对健康也不利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还是有很多人难以抵挡这些美食的诱惑，忍不住大吃特吃，结果往往是身材逐渐走样，甚至变得越来越胖。当然，美食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，悠闲的生活也让人向往，但是坚持抵抗美食的诱惑和保持运动的生活方式，确实会让人感到枯燥和无聊。自律的生活确实很辛苦，但这种辛苦并不是永远的。通过自律，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拥有更多的选择权，最终获得自由自在的生活。2. 足够低调。生活中总有一些女人，在拥有了一些东西之后，就开始忍不住想要炫耀。她们通过显露自己的财富、幸福等来寻求他人的认可和羡慕，满足自己小小的虚荣心。但是没有尺度的炫耀，不会获得别人的鼓励与赞同，还会惹来反感与嘲讽。作家冯骥才说，低调不是被边缘化，更不是无能，相反，越是无知越是张扬。只有自信才能做到低调和安于低调。清华大学的教授柳冠中在接受采访时，曾经提到过一个有趣的小故事。他有一个朋友之前在上海做保姆，攒了一些钱，觉得自己见识了不少东西。有一次他准备回老家，为了在家乡人面前炫耀一下，他特意去拔掉了一颗好牙，然后装上了一颗金牙。回到老家后，他总是喜欢跟人讲自己在上海的经历，每次说话时都会故意张大嘴巴，露出那颗金牙，生怕别人看不到他的变化。周围的邻居们看到后都笑着说，不愧是从上海回来的人，连牙齿都是金的。他听到这些话后更加得意，炫耀和显摆的行为变得更加频繁。然而，真正的奢侈品其实是内在的修养和学识。一旦有人露出金牙，那就是在告诉别人，自己缺少这2样宝贵的东西。做人最忌讳的就是过于张扬和轻狂，而处事最无奈的就是为了面子而丢掉了真正的内涵。通常情况下，一个人越是缺少什么，就越喜欢炫耀什么，内心越是空虚，就越容易把表面的浮华之物看得过重。一书说得很对，内心真正富足的人，从不炫耀拥有的一切，不告诉别人读过什么书，开过什么车，去过什么地方，有多少件衣裳，买过什么珠宝，因为他没有自卑感。有内涵的女人往往低调，她们明白，只有不断的学习和提升自己，才能真正的脱颖而出。在众人面前炫耀和高调展示自己，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内心的充实。就像著名作家杨绛，在他出版新书的时候，出版社希望他能举办一个作品研讨会来宣传。然而，杨绛却谦虚地说，我只负责把我的书稿交给出版社，任何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出他们的意见。至于如何卖书，那不是我应该关心的事情。他懂得通过不断的深入学习和努力工作来丰富自己，最终达到了文学大家、翻译巨匠的崇高境界。真正优秀的女人都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，不吵闹，不张扬，安静而优雅地绽放自己。3. 具备属己感。
属己感是一种特别的感觉，它属于那些拥有足够独立能力的女人。这种能力不仅仅是精神上的，还包括经济上的独立。当一个女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，自己做决定，她就拥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，能够过上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张爱玲一生中遇到了2个重要的男人。第一个男人是胡兰成，一个我们都听说过的名字。尽管胡兰成多次背叛了她，但张爱玲曾经选择原谅他。然而当她最后一次被背叛时，她决定放过自己。她给胡兰成写了一封诀别信，信中明确表示，我已经不再喜欢你了，你其实也早就不喜欢我了，请你不要再来找我，即使你写信给我，我也不会看的。从热情如火到冷静如冰，张爱玲的内心始终保持着温暖。即便是在诀别时，她还是把自己大部分的稿费送给了处于困境中的胡兰成。没有了爱情的张爱玲需要找到新的谋生方式，她开始创作更多的文学作品，在上海文坛上大放异彩。在这个时期，她的著名作品《白玫瑰与红玫瑰》诞生了。她用自己赚来的稿费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赢得了个人的成就，孤独反而成为了她生命中的一笔财富。在她36岁那年，张爱玲遇到了生命中的第2个男人，美国剧作家赖雅。赖雅真心地欣赏和爱慕张爱玲，但遗憾的是她的身体状况不佳，婚后2次中风。尽管张爱玲对她不离不弃，悉心照料，但10年后赖雅还是去世了。幸运的是，张爱玲还有她的笔、她的书和对文字的热爱，以及一个敢于面对孤独的强大内心。百年孤独中有这样一段话，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独处的时候，安静自在，不用周旋于别人的情绪，也不必刻意判断他人的心思，自己陪同自己，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。只有当我们静下心来，才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，以及如何去实现它。为自己保留一些私人空间和时间至关重要。无论是通过冥想放空，还是通过浇花和阅读来放松，这些活动都是对灵魂和身体的滋养，为未来的前行储备能量。4. 生活精致。在我们家附近的菜市场，有一位中年妇女专门售卖蒸菜。尽管外表平凡，她的生活却显得格外精致。她的全部家当包括一个蜂窝煤炉、一个大蒸锅、一张小木茶几，以及一摞瓷碗和方便碗。她专注于制作蒸肉、蒸排骨和梅菜扣肉，每天限量供应，味道却相当诱人。特别是她的蒸排骨常常是供不应求，去晚了就买不到。由于儿子的喜爱，我经常光顾，不仅因为它的干净利落，也因为它的菜品同样清洁卫生。随着熟络，得知他在下岗后依靠自己的烹饪技艺谋生。他自豪地说，我从不买质量差的肉，我做的食物必须让你们吃得安心。到了周末，我再次去买蒸排骨，却发现只剩下几碗蒸肉了。他提议排骨还需要一些时间，您愿意的话，可以随我去家里取。他告诉我他家就在附近，我便欣然同意。在他家的门口，一只白色小狗的长毛被梳理得井井有条，甚至闪烁着光泽。走进屋内，虽然简单，但每个角落都透露出整洁。水泥地面泛着青色的光泽，一尘不染。洁白的墙壁上装饰着几张风景画和明星海报。他带我来到后面自己搭建的小偏房，那是他的工作间，也是他的厨房。我只能用干净和整齐来形容这个地方。与我见过的那些豪华酒店的操作间相比，这里不知要干净多少倍，连碗橱的蓝色纱门都洗刷得一尘不染。很是羡慕他的家，我禁不住感慨，你家里好干净啊。他呵呵一笑，怎么能不干净呢？其实也不用费太多事，每天都擦洗一下，很简单的。屋子不好，再不收拾，
那就一点看相都没有了。他微微一笑，原来只要用心生活，就能达到如此的精致与温馨。仔细思考，即便是日常中的一盆花、一根草，甚至是一餐饭，都能体现出生活的用心与精致。培育一盆最普通的花卉，种植一棵最不起眼的小草，同样能够赏心悦目，陶冶情操。即便是最简单的饭菜，也可以烹饪得精致无比。注重色彩、香气和味道，让家人吃得笑容满面，自己也感到无比满足。精致并非是金钱堆砌出的华丽与高贵，而是一种对生活的坚定信念，一种对生活的激情与热爱。5. 拥有内在才华。对吴彦姝老人的喜爱始于电视剧《去有风的地方》，偶然间观看了《承欢记》，我再次被他所吸引。在剧中，承欢经历了失恋，而奶奶则认为嘉亮是个好青年，只是缺乏决断力。他劝承欢干脆利落地放手，相信未来会有更合适的人选。承欢惊讶于奶奶竟然能说出如此时髦的话，奶奶则回应说，不这样怎能和你沟通呢？当承欢食欲不振时，奶奶劝慰道，在心情不佳时，更要照顾好自己的胃。毕竟我们是通过饭来维系情感的。只要剧情中有奶奶的出现，总能感受到一种舒缓和温暖。她说话时的节奏缓慢而充满柔情，宛如和煦的春风，让人心境平和。吴奶奶的气质由内而外散发出高贵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大家闺秀的风范。她那整齐的发髻和朴素的饰品，以及一袭蓝色旗袍，就是一位穿越时空而来的千金小姐。在去有风的地方中，吴奶奶扮演的谢阿奶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守护者，更是人生旅途中的智慧引路人。她的举止优雅而充满智慧，言谈间不经意地透露出深刻的人生哲理。正如那句话，岁月从不败美人，优雅永不过时。因此，女人不仅应学会运用外在条件来装扮自己，比如大气而优雅的妆容和服饰，更应掌握以知识来丰富自我。幽默风趣的言谈和独立且适度的举止，在社交场合中能显著提升你的形象。你的行为举止透露出你一生的修养和学识，你的处事方式也展现了你全部的格局与内涵。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女人，从不炫耀，不急躁，不虚荣，也不会失态，如一缕轻柔的微风，带着淡淡的花香，沁人心脾，气质从内而外自然流露，展现出一种温婉的美感。6. 做到这3点，成为一个有质感的女人。1. 培养才情。自古以来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特别是女人，对美的追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专利。女人之美多种多样，容貌之美、形态之美、素雅之美、妖娆之美，各具特色。然而，闻花朵多么绚烂，也难以抵抗岁月的侵蚀。外在之美终会凋谢，相反，内在之美却会日益增长，散发出持久的韵味。一个人的外貌是父母所赐，无法选择，但内在之美却可以由个人通过修炼来掌握。我们可以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美丽，但绝不能缺少才情。一个充满才情的女人，必然拥有独特的气质和深厚的思想修养。这些独特的气质和修养，是女人永恒美丽的基石。美貌虽然易逝，但才智却能长存。令人瞩目的容颜和令人愉悦的身材，不过是年轻时的资本，而聪明的头脑和对知识不懈的追求，才是女人真正的无价之宝。撒切尔夫人曾说，一个优秀的女人，不会将自己局限在某个领域里，而是在各个领域同样出彩。才华横溢的女人总是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风韵，她超凡的灵性和优雅，构成了极致之美。这样的女人在淡雅中略带妩媚，在纯净中闪烁着智慧，在温柔中融入了坚韧不拔的精神。
无论他身处何地，总能成为一道迷人的风景。2. 留些时间给自己。步入中年，许多人开始感到生活的单调与疲惫，即便有时并未进行任何活动，却依旧感到身心俱疲。在这个追求速度与现代化的时代，我们试图寻找原因，却往往难以明确问题所在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物质生活不够充裕，缺乏闲暇时间与空间去深入体验自我。也有人提出，只有那些能够穿上最新时装，尽情享受文艺生活品质的女人，才真正懂得何为有质感的生活。然而，这样的观点似乎并不全面。某日在阅读时，我偶然接触到日式森林疗法的概念。这种疗法建议人们在森林中悠然漫步，无论是清晨、午后还是全天。这样的活动能够唤醒我们的所有感官。随着轻缓的步伐和深呼吸，树木释放的精油逐渐被身体吸收，五感得到充分的激发，成为放松身心的有力推手。如果能够主动开启五感，去感知、感受和体验那些日常中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细节，放大生活中的小确幸和小快乐，幸福感便会源源不断地涌现，让我们的生命体验到更加丰富的质感。刹那间明白，真正的质感生活绝对不是奢侈堆砌出来的华丽，而应该是听从内心所需，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达到身于心的放松。试着每天留一些时间给自己，少刷一点视频，远离那些泛滥无效的信息，将更多的专注力投入到你的爱好中。无论是阅读、插花、冥想、瑜伽还是运动，这些活动都能帮助你静下心来，聆听内心的声音，不必过分在意他人的看法，也不必拘泥于你的社会角色。在属于你自己的时刻，你只需忠于自我，将良好的习惯融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让生活保持简洁，这样你的日子才会更加充实而有质感。3. 塑造高贵的品格。高贵并非源于昂贵的名牌服饰或璀璨的珠宝钻石，真正的高贵体现在一个人的品格之中，是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气质。如果说美丽的女人如同一道迷人的风景线，那么高贵的女人则如同绿意盎然中的一抹红艳，不仅供人共赏，更值得细细品味。高贵是一种精神的内在升华，美丽可以轻易装扮，但高贵的品格却需经历，有表级里的熏陶才能显现。内心高贵的女人必然是充满浪漫情怀的，她懂得生活的情趣，并擅长在生活中添加调剂。即使面对简单的餐食，她也能品味出其中的淡雅与宁静。即便生活琐碎，她也保持着诗意的心境。高贵是一种精神信仰，内心高贵的女人即使面临困境，也能在尘埃中绽放。她不会因命运的打击而凋零，她从容自信，端庄优雅，拥有一颗纯洁的心灵。她们将自己塑造成为深埋于尘土中的种子，逐渐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她们能忍受孤独，抵御诱惑。若想成为一个有质感的女人，必须不断修炼自我。这不仅关乎外表的修饰，更关乎内在的丰富与充实。愿我们都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爱好，过得质感满满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